美国东北部罗德岛州伯利尔维尔镇哈里斯维尔，在地图上这不过是一个被新英格兰密林和起伏丘陵包裹的小小聚落。道路蜿蜒，溪流穿行，夏季绿荫蔽日，冬雪茫茫。从普罗维登斯驱车向西约半小时，城市的光影便渐渐褪去，只剩下漫长而安静的乡间公路。在这条路的尽头，一栋殖民地时期建造的农舍已经矗立了近3个世纪。它的外墙是深棕色木瓦，经年累月的风雪将棱角打磨得浑圆而温驯。主楼2层，阁楼低矮，地下室幽深，总面积大约4000平方英尺。门前的台阶被无数双脚踏出了凹陷，窗框上的油漆剥落了一层又一层，像树的年轮。这栋房子在某些房产档案上被标注为阿诺德庄园，在超自然现象调查的卷宗里，它被称为佩伦农场。而在流行文化的版图上，它有一个更为广为人知的名字——招魂屋。但在一切名号被赋予之前，它仅仅是一栋房子，一栋沉默的、古老的、承载着造物之轻与死亡之重的房子。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们，在1970年的冬天，正怀着中产阶级典型的起立梦想向它靠近。他们对前方的领地一无所知。1970年秋季，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佩伦家的客厅里，一场关乎全家命运的讨论正在进行。罗杰·佩伦，40出头的工厂主管，外表精干，面容严肃，脊背永远挺得笔直。他在自家兄弟的建筑公司担任管理职务，收入稳定，但在养着5个女儿。一大家子开销的日常账本面前，这份薪水始终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卡罗琳，他的妻子，比他小3岁，一头棕发，浅色眼瞳，脸上总挂着一种温和而疲惫的微笑。她每天的工作内容是操持家务，养育5个年龄跨度从4岁到15岁不等的女孩，以及在丈夫下班前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5个女儿。安德烈亚15岁，南希13岁，克里斯汀11岁，辛迪9岁和艾普利4岁，构成了这个家庭的全部动感和声源。在这个家里，安静是一种奢侈品，独处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罗杰把一张房产广告推到桌子中央，广告上用古朴的字体描述着罗德岛州哈里斯维尔阿诺德家族产业18世纪殖民风格农舍，占地约200英亩，要价低廉，低廉到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带你们去看看。他说，那个周末，佩伦一家驱车驶过罗德岛的丘陵地带，穿过哈里斯维尔安静的主街，拐上一条人迹罕至的乡间土路，然后那栋房子出现在他们面前。那是一种开端般的画面，深秋的层林尽染，田野开阔，天际线低垂，老橡树的枝桠黝黑而锋利地伸向灰蓝色的天空。房子独自坐在那片旷野中央，就像一枚被遗忘在衣兜里多年的贝壳，安详、陈旧、等待。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站在门廊前，深深吸了一口气，好像这片土地上的空气是她一生中从未尝过的自由。佩伦夫妇很快敲定了交易，价格实在太低，以至于任何理性的头脑都应当产生警觉，但梦想不会允许警觉存在。1970年12月，他们签下了购房合同。1971年早春，一辆租来的卡车载着佩伦一家全部家当，沿着那条乡间土路驶向他们崭新生活的起点。搬家第一天，阳光很好，5个女孩子欢呼着冲进房子里，各自挑选自己的房间。老宅有14个房间，这在他们之前拥挤的公寓生活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奢侈。安德烈亚挑了3楼朝南的一间窗户，正好对着那片开阔的田野。最小的艾普利被安排在1楼靠近厨房的小卧室，方便母亲夜间照看。然而，就在搬家的第1个下午，一种莫名的东西开始从这座房子的缝隙里渗透出来。首先察觉到异常的是几个大孩子。南希从2楼走廊尽头跑下来，拉住母亲卡罗琳的袖子，问了一个看起来毫无来由的问题：妈妈，你们是不是还邀请了别人来住？我刚才听见楼上靠近阁楼的走廊里有人在拍手。卡罗琳正在厨房里擦洗一个陈旧的橱柜，头也没抬，大概是老房子木头热胀冷缩的声音吧。新英格兰的老房子都这样。但南希的话音刚落，2楼衣衫卧室的门
在没有风、没有开窗、没有任何人触碰的情况下，自己缓缓地打开了。过了几秒钟，又自己缓缓地关上。咔嗒一声轻响，所有人都安静了。空气里忽然浮起一阵难以名状的腐臭，不是厨房垃圾的那种腐败，也不是死老鼠的那种臭味，那是一种更加古老的，仿佛从很深的地层下翻上来的气味。卡罗琳形容它为就像打开一座从未被扰动过的墓穴，气味在几秒钟后消散了，无影无踪，好像从未出现过。最小的艾普利蹲在客厅的地板上，对着空无一人的角落咯咯地笑着，伸出小手，做出握住了什么人的手指的姿势。你叫什么名字呀？他用天真的，只有小孩子才有的语调，向那片虚无发问。卡罗琳那一刻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抹布。他后来告诉安德烈亚，那是他搬到这栋房子之后，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有某样东西，不是从外面进来的，而是本来就在这里。几乎每个讲述这个故事的人都不会忽略这个细节。3:07分，不只是钟表停在3:07分那么简单，尽管那也确实发生过。老宅客厅里的那座钟，在佩伦一家住进去的第一周，就永远地静止在了凌晨3:07分的位置。罗杰上过发条，卡罗琳上过发条，甚至专门请了一位钟表匠来维修。钟表匠打开机箱，仔细检查了每一个齿轮，耸耸肩说，里面没有任何机械故障，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至于3:07分这个时间点，孩子们后来陆续确认，正是他们最常被某种动静惊醒的时刻，不是噩梦惊醒，不是窗外的风雨，你醒来的感觉就像一个陌生人站在你床边低头注视着你，你不会看到他的脸，因为你不敢睁眼，但你会知道他在那里。卡罗琳是第一个真正看到那个形象的，那是搬家后的第3周，凌晨时分，大约是3点过几分。他当时没有手表，但后来根据楼下座钟推断，很可能同样是3:07分左右。他在沉睡中感到一阵毫无来由的寒意，像一根冰凉的手指从他的脊柱底部缓缓向上滑动。他睁开眼睛，一个老妇人站在床尾，身形佝偻，穿一件灰黑色的旧式长裙，脖子的角度不对，歪向一侧，像一根被折断却尚未彻底断裂的枝条。他的面目笼罩在一层阴影之中，模糊不清，但卡罗琳能感受到一道目光，沉重的，毫不遮掩地落在自己身上。那目光不包含愤怒，不包含攻击性，甚至不包含任何情绪，那只是一道注视，存在本身的注视。但正是这种空洞，比任何一种威胁都更让人毛骨悚然。卡罗琳僵硬地躺在那里，不敢动，甚至不敢呼吸。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几秒钟，也可能是几分钟，那个老妇人的轮廓开始变淡，像水彩在雨中化开，最终融入卧室昏暗的晨光里。卡罗琳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丈夫，至少那天晚上没有。她告诉自己那是幻觉，长途跋涉的疲惫，新环境的紧张，老房子独特的光影构造，一切合理的解释她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但她的身体还记得那种寒意，记得那道注视的重量，记得那个歪着脖子的轮廓。在后来的数周、数月乃至数年里，那个老妇人反复出现走廊尽头、院中的老橡树下、楼梯转角处的暗影里，时间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凌晨3点前后。那不是一个鬼魂在寻找安息，那是一个哨兵在巡视他的领地。如果说搬入初期发生的事件还只是零星的杂音，那么进入1971年仲夏之后，整座房子就像一台缓慢启动的巨大机器，齿轮开始逐一咬合，轰鸣渐起。一开始还是小规模的异常，梳妆台上的发刷从这头滑到那头，钥匙从一个房间消失，又在另一个房间的抽屉里出现，床单上出现莫名其妙凹陷下去的人形压痕。明明没有人睡过。罗杰把这些归结为孩子之间的恶作剧，训斥了几次，但孩子们一脸无辜，而异常仍在继续。然后事态开始升级。南希在夜里被一阵沉重而规律的脚步声惊醒，从阁楼方向开始，沿着木质楼梯一步一步向下走来，缓慢稳健，
像一个体重很重的中年人正在完成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下楼动作。脚步声经过2楼走廊，经过他的门口，继续向1楼延伸。南希紧裹着被子，屏住呼吸，数着脚步，17步。他知道从阁楼口下1楼转角处的台阶，他来来回回走过无数次，正好是17级。第二天早晨，他告诉父母，罗杰爬上了阁楼，阁楼里空无一人，布满灰尘的地板上没有任何脚印，连蜘蛛网都完好无损。可能是屋顶松鼠，罗杰下了结论，但语气里已经没有了第一次说这句话时的笃定。不久之后，克里斯汀遭遇了更直接的接触。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做作业，忽然感到左脚踝被什么冰凉的东西握住。他低头看去，什么都没有，但那触感太真实了。一圈环绕踝骨的握力，不大不小，像是5根手指。他1秒钟都没敢多待，尖叫着冲出房间。辛迪开始拒绝独自上楼。他说2楼走廊尽头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凝聚在墙角，像是一块被剪下来的黑叶，低低地悬浮着，仿佛在看他。最小也最敏感的孩子是艾普利，4岁的他成为了人类世界与灵体世界之间一座没有防范意识的桥梁。他继续和那个新朋友说话，有时在卧室里，有时在客厅的角落，有时在门廊的台阶上。他叫他的名字，虽然那名字换了又换。他有时会和空气手拉手做出蹦跳的姿势，他的表情看不出恐惧。一个小孩子还不具备将超自然解读为禁忌的能力，所以他所经历的是一种成年人已经永远失去的对不可见事物的天然接纳。你可以看见他们，你可以闻到他们，就算你看不见也闻不到，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这栋房子里，除了我们家7口，还有很多人住在里面。那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卡罗琳在自己的卧室里小憩，连续几夜的失眠让她筋疲力尽，时钟停摆，脚步声，女儿们的哭诉，她自己反复目睹的鬼影，所有的一切像碎石一样堆积在她的胸口。那天阳光很好，窗外田野金黄，她难得地闭上眼沉入睡眠，然后一阵剧烈的刺痛把她从梦中拽了出来。痛感来自右腿小腿后侧，那种疼不是被蚊虫叮咬的浅层瘙痒，而是一种内向的穿刺的，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从肌肉内部向外捅出的剧痛。卡罗琳猛地坐起，撩起裤脚，她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同心圆伤口，内圈是个红色小点，外圈是一圈规整的红晕，像被一根极粗的针垂直刺入后留下的印记。血正从中心点渗出，沿着小腿缓缓流下。那不是伤口，那是符号。那之后，更加暴力的接触接踵而至。卡罗琳开始频繁在夜间从床上被拖下来，不是她自己翻身跌落，而是被一股力量抓住脚踝，硬生生从床垫上直线拖拽，直到身体撞击在床头柜的腿上或房间中央的地板上。她挣扎过，抓过床单，试图用手撑住任何可以固定的东西，但那股力量巨大而坚定不移，从未因他的抵抗而减弱半分。罗杰不止一次在深夜被妻子的尖叫惊醒，冲进卧室时看到他瘫坐在地板上，头发散乱，睡衣上翻，小腿上留着紫红色的抓痕。我检查过门窗，锁得好好的，屋子里没有其他人。罗杰后来对自己的兄弟说，他平时是一个理性到近乎刻板的人，从不夸大其词，从不妄加判断。他说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意味着他真的把每一个可能的角落都搜了一遍。1968年，他退役之前在美国空军服役多年，他见过很多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但那栋老房子里的东西，他说是完全不同级别的存在。到了1972年，佩伦家已经无法再独自承受这栋房子的重量，恐惧像霉菌一样渗透了每一个房间，每一条走廊，每一个夜晚。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始被同学取笑为鬼无家的怪孩子。卡罗琳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体重掉了15磅，眼眶浮着青灰色的暗影。罗杰开始在下班后迟迟不回家，坐在车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他后来承认，那段时间他害怕推开那扇门，不是害怕自己遇上什么，而是害怕看到家人脸上的表情。一个偶然的机会，
罗杰在谈话中听人提起了一对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超自然现象调查者埃德和洛林沃伦。埃德沃伦是一名自修恶魔学家，也是新英格兰心灵研究协会的创始人。他身材高大，举止笃定，语气中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他的妻子洛林沃伦则拥有他们所谓的通灵视力，他声称自己能够看见灵体，感知超自然存在的情绪和意图。这对夫妇曾接受天主教会的委托，系统性地调查过数百起声称闹鬼的事件，并创办了一座收藏被诅咒物件的灵异博物馆。1972年晚些时候，沃伦夫妇接受了佩伦家的邀请，首次踏入了哈里斯维尔的那栋老宅。洛林后来说，他还没有迈进大门，就已经感觉到了某种东西。他说那感觉像一头巨大的沉睡中的动物，它的接近让他微微翻了个身，整个房子周围的空气都在绷紧。埃德沃伦对佩伦家的调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系统性的一次。他花了大量时间翻阅罗德岛州的历史档案、土地产权记录、地方报纸的旧刊和教区的死亡登记，试图从历史文献中拼凑出这栋房子的真实过往。他发现的结果令人不寒而栗。这栋1736年建成的阿诺德老宅，在19世纪中叶曾属于一个名叫巴斯谢巴谢尔曼的女人。巴斯谢巴塞耶出生于1812年前后，1844年与贾德森谢尔曼结婚，并移居到了这座农舍。根据镇上零散的记录和口耳相传的片段，巴斯谢巴在当时就被村民认为行为诡异。她在当地是一名接生婆，但同时有人指控她参与黑弥撒和巫术集会。1844年晚些时候，也就是她结婚后不到1年，一桩悲剧发生了。一名婴儿的尸体在农场附近的树林中被发现，死状惨烈，头部有被锐器穿刺的致命伤口。流言在哈里斯维尔这个封闭的小镇上迅速发酵，人们说那个孩子是巴斯谢巴的，说他为了向撒旦献祭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骨肉。谋杀案的指控最终没有在法庭上成立，证据不足，案件不了了之。但民间审判比法庭审判更加高效，也更加冷酷。贾德森谢尔曼带着其他孩子离开了他，镇上的人不再与他来往，他被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孤立了。走投无路的巴斯谢巴谢尔曼在农舍后方一棵老橡树上自缢身亡。但沃伦夫妇的调查还发现，巴斯谢巴不是这栋房子里唯一死于非命的人。在近250年的历史中，这栋老宅目睹过自然死亡、自杀、强奸案和至少另外2起谋杀案。这座房子像一块吸附力极强的海绵，把所有的苦难、愤怒、恐惧和怨念悉数吸纳。洛林沃伦通灵后给出的判断是，巴斯谢巴并非单独游荡，他以某种方式牢牢控制住了这片土地上所有含冤而死的灵魂，把他们聚集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由执念和怨念编织而成的精怪群落。他不仅拒绝离开，还阻止其他任何灵魂离开。沃伦夫妇在佩伦农舍组织了多次降神会，据佩伦家和沃伦夫妇双方的记录，这些降神会无一例外地引发了剧烈的超自然反应。其中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发生在1973年初的一个夜晚，在场者包括罗杰·佩伦、安德烈亚·沃伦夫妇以及另外2位助手。卡罗琳作为主要灵媒坐在客厅中央，蜡烛点燃后不久，她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双眼上翻，嘴唇卡得动。然后据在场所有人一致描述，她的声音变了，那不是卡罗琳·佩伦的声音，那是一个男性的、低沉的、沙哑的，带着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纪的口音的声音。那个声音从卡罗琳的喉咙深处涌出，像浓稠的石油，一字一句地喷洒在空气中。这是我的房子，你们全都侵犯了我的领地。话音刚落，卡罗琳的身体被一股不可见的力量从椅子上猛地掀飞起来，凌空飞过整个客厅，重重地撞击在对面的墙壁上。她摔落在地，仿佛一个被丢弃的布偶，一动不动。洛林冲上去扶她，发现卡罗琳完全没有知觉，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记忆。埃德沃伦在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埃德后来说，佩伦家的案件是他和洛林在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所处理过的最棘手的案子，没有之一。沃伦夫妇确认，这所房子里的超自然力量已经超出了常规调查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判断，佩伦家需要的
不是降神会，不是通灵，甚至不是移除灵体，而是驱魔，正式的、完整的由天主教会授权神父施行的大驱魔仪式。埃德沃伦向教会递交了详细报告，附上目击者证词、历史调查结果和洛林的通灵评估。然后佩伦一家开始了漫长而无边无际的等待。梵蒂冈对驱魔仪式的审批流程极其复杂，教会要求层层验证，逐级呈报。每一个声称的超自然事件都必须经过神学委员会的科学与神学双重审核。在等待回音的几个月里，后来变成了将近1年，佩伦家继续住在老宅里，没有选择离开。我们花了所有积蓄买下那栋房子，我们根本没有钱去租另外一套房子，更不用说买一栋新的。那栋房子是我们唯一的资产，也是我们唯一的居所。你想让你的孩子们露宿街头吗？所以他们留下了，与房客共同生活。那些日子里，房子的敌意明显加剧了，仿佛住在里面的东西知道佩伦一家正在寻求帮助，因此更加变本加厉。门整夜砰砰作响，天花板上的脚步声从阁楼一路延伸到走廊尽头，每晚准时在凌晨3点开始。腐臭味不再间歇出现，而是成为了一种常态。所有人走出房子，深吸一口外面清新的空气，再转身面对那扇门的时刻，都像是一次奔赴战场的深呼吸。最小的艾普利渐渐不和他的隐形朋友说话了。有一天，卡罗琳问他为什么，4岁的孩子低着眼睛说，他有时候很生气，他生气的时候我不喜欢他。很多人误以为佩伦家的噩梦仅持续了数周或数月，就像电影《招魂》里所呈现的那样，一个紧凑的时间框架，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然后恶魔被驱逐，故事结束。但真相远比电影所描绘的要漫长和疲惫。从1971年搬入到1980年最终离开，佩伦一家在那栋老农舍里住了将近10年，10年3000多个日夜。灵异活动在这10年中从未真正停止，它有自己的节奏，有时淡去数周，让全家人抱着终于结束了的希望安然入睡。然后在一个毫无预警的深夜，脚步声、敲门声、拍手声和卡罗琳被拖下床的尖叫声会再次爆发，仿佛是为了证明他们的希望是多么天真。他在那10年中只下过1次地下室，那一次的经历就足以让他永远不再踏足那层阶梯。最可怕的不是那些重大事件，不是被悬空，不是鬼影，不是降神会上的附身，最可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你不能规划明天，甚至不能规划下1个小时，你的生活成了一片雷区。1973年，天主教会终于批准了一位神父前往农舍执行驱魔仪式。仪式在老宅的1楼客厅举行，持续了数小时。仪式之后，佩伦一家确实感觉到了一种变化，压迫感明显减轻了，但并未完全消失。那些看不见的房客仍然在那里，压力仍在，只是换了形式，变得不那么明目张胆。1980年，佩伦夫妇终于做出了那个迟来的决定，他们将老宅以极低的价格挂牌出售，买主是一对不介意房子历史的夫妇，又或者他们只是被低廉的价格冲昏了头脑。交割完成那天，佩伦一家将最后一批行李装上了卡车。安德烈亚是最后一个上车的，他站在门廊前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房子，灰色的木瓦，斑驳的窗框，屋后那棵沉默的老橡树在风里摇晃着枝条。10年的恐惧，10年的忍耐，10年的夹缝求生，都像一层薄薄的霜花覆盖在这栋朴素的老房子上，看上去如此平静。他没有说再见。卡车开动之后，他再也没有转过头。全家人就这样离开了哈里斯维尔。5个女儿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先后出嫁，搬到了不同的州。佩伦夫妇选择了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定居，阳光之州，永远晴朗，永远没有地下室，永远没有凌晨3点07分的脚步声。他们几乎从来不谈论那段经历，整整30年，直到2011年，他用了数年时间，将那段尘封的记忆一页一页地从自己的脑海里，从家人的证词中，从那些被翻阅过无数次的旧日记里，逐一打捞上来。他写成的是一部关于那10年的编年史，书名《黑暗之屋》《光明之屋》，全书共3卷，近1000页，详尽记录了佩伦家族在罗德岛农场中
所经历的每一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可以被反复核对的细节。在书中，他没有试图说服任何人相信超自然现象，他只是记录，像一位法庭书记员那样，平静地写下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那段经历是一个关于恐惧的故事，但更是一个关于家庭如何在恐惧中坚持下去的故事。那栋房子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鬼魂存在，而是爱的力量比恐惧更持久。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沉默时代的终结，也开启了另一个时代的序幕。好莱坞注意到了这部著作，华裔导演温子仁将故事改编成了电影《招魂》。2013年院线上映，帕特里克·威尔森和维拉·法米加饰演埃德和洛林·沃伦，莉莉·泰勒饰演卡罗琳·佩伦。影片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全球票房超过3.19亿美元，被许多影评人列为10年最佳恐怖片之一。随后衍生出了整个招魂宇宙系列，多部续集、前传和衍生作品，向全世界数亿观众输出了巴斯谢巴谢尔曼这个名字。在流行文化的语境中，他已经从一个19世纪罗德岛农庄的孤独死者变身为全球知名的恐怖符号。但他始终对电影保持温和的保留态度。在多次采访中，他强调电影是艺术加工后的产物。为了在不到2小时内讲完一个故事，太多真实细节被压缩、合并或夸张了。他不责怪导演，电影有电影的语法，但他希望人们知道，真实版本的佩伦家故事不是一部2小时的恐怖片，真实版本是10年。2014年，怀疑论派团体新英格兰怀疑论者协会的主席在《怀疑论调查者》杂志上发表专题文章，对佩伦家的事件提出了自然主义解释。文章指出，老旧的木质结构在温差变化下会产生热胀冷缩，足以产生类似脚步声和敲门声的效果。卡罗琳腿上的伤口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意外伤害。孩子们的口述在经过反复询问和媒体的放大效应之后，可能出现了记忆偏差和建构。怀疑论者强调，没有任何可重复验证的科学证据表明超自然现象曾经发生。但对于佩伦一家而言，这些解释与他们的亲身体验之间隔着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科学可以解释梁木的呻吟，但无法解释卡罗琳在降神会上用无人能识的语言发出的嘶吼。怀疑论可以质疑口述记忆的不可靠性，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5个在不同的房间、不同的楼层、不同时间经历异常事件的女儿，在分别30年之后各自还原的细节惊人的一致。2019年，一对来自缅因州的夫妇购入了这栋老宅，他们入住后不久便公开承认，超自然活动一直在继续，脚步声、敲击声、灯光无故闪烁，一切都和佩伦一家40年前描述的一样。2023年12月，农舍附属的谷仓在一场不明原因的火灾中严重损毁，消防部门介入调查后，没有公布起火原因。那栋位于哈里斯维尔的古旧农舍至今矗立，它不属于佩伦家了，不属于沃伦夫妇了。它被卖了一次又一次，被研究了一次又一次，被拍摄了一次又一次。有人带着电磁场探测仪前来，有人带着摄像机前来，有人只是带着好奇心前来。院子后方那棵据说巴斯谢巴自缢的老橡树仍然立在那里。冬天，霜雪覆盖门前的台阶；夏天，野草在田垄间疯长。凌晨3点07分，偶尔会有新的住户在黑暗中猛然惊醒，听到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咔嗒，那是某扇门的锁舌咬进了门框。也许是风，也许不是。洛林·沃伦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佩伦家一案。年迈的洛林坐在他康涅狄格州的家中，身后是那座著名的灵异博物馆，收藏着安娜贝尔娃娃、被诅咒的镜子，以及数千件他们夫妇忙碌一生所收集的证据。他的目光短暂地落向远处，然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总结：这是我丈夫埃德在有生之年反复念叨的唯一一个案子。那份卷宗至今仍存放在走廊尽头那个手摇档案柜的最深处，它从未被借出过，也从未被翻到最后一页。对于佩伦一家来说，故事早在1980年那个离开的早晨就已经结束了，但对于那栋房子而言，故事从未开始，也永远不会结束。它仍然在那里新英格兰的密林深处，等待下一群人的到来。